宋威龙和张凌赫，你第一眼更吃谁的颜？别着急回答，你以为你在选择帅哥，其实是你的大脑在选能牵动你情绪的人。读懂他们的脸，你也就读懂了你的选择。他俩看似傻傻分不清楚，事实上他们在气质上天差地别。一个温润沉静，气质干净舒展；一个外放张扬，自带野性张力。张凌赫眼型偏桃花眼，上眼睑线条优美，眼尾微扬不凌厉，带书卷气，唇形宽度厚度适中，弧度温和，内敛无攻击性，脸型线条得当不强势，整体气质是温润如玉的书卷气加都市精致感，带点清冷感。而宋威龙眼裂更长，线条都是直巴拉的，不迂回，眼神自带压迫感和桀骜，脸型方感更明显，骨量足，线条硬朗，整张脸的线条节奏快，很直接。但是你发现没，上述这些不逐一比对，很难察觉到他俩明显的差异。难道就是这些细节就能拉开气质的差距吗？其实70%的关键都在嘴巴上。嘴巴作为一个人长相里面跟肤色差距比较大的五官，对风格的影响尤为重要。就比如是这个脸，挡住嘴巴，这张脸还是挺小家碧玉的，有没有？但是嘴巴来了，整张脸顿时就增加了五官的张力，打破了平衡。宋威龙就是这样的，他的唇形偏宽偏厚，嘴巴更有张力，而且有些反颌，就更加强化了这种张扬感。气质是痞帅感加硬朗荷尔蒙，现代感极强。他们长相的差异就决定了他们风格打造的路子是不一样的。张凌赫这种清冷贵气、温润线条、白月光系长相，穿衣逻辑非常清晰，就是突出高贵感、经典感、简约利落感。过于学生感和过于松弛的效果就会稍有欠缺。值得说一下的是，看张凌赫的生图，我是觉得他现在有点不在状态，原因在于太瘦了。像他这种风格，太瘦不是好事，脸型和五官的违和感会加强。我觉得他现在的发型怎么做都不对。为什么这样说？还是那句话，一个发型的各个要素跟脸的各个要素是相对应的，发型的密度跟脸的密度是相对应的。当脸瘦下去，就好像挤压了一样，密度就会增加。所以这个时候头发的密度也要增加，也就是两侧不能蓬松。头发蓬，脸很紧，就会显得骨骼非常突出。骨骼突出并不是绝对不好，关键是张凌赫的五官温润不尖锐，跟这种骨感脸搭配就很不对。那你说头发两侧收紧不蓬了不就好了吗？这时又会变成这样了，顾得了脸型又顾不了五官，又感觉这样的发型跟五官不搭，总之就进退两难。如果忽略掉骨骼的细节，这个状态就真的很难打。所以瘦也并不是绝对正确的，也要看五官风格跟脸型能不能形成合力。那说到五官风格，如果你也想知道你五官风格的美感是什么，想要知道适合你的妆发服的整体定位，欢迎私。宋威龙这种野性浓颜、硬朗轮廓、荷尔蒙系长相，穿衣逻辑就是突出气场感、力量感、现代感，一定不能太规矩、太经典，否则这个嘴巴就会显得尤其突出，显得他的脸不够精致。宋威龙的长相因为力量感更强，面部的骨感更强，所以在发型上两侧同样也不能蓬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他做这些发型就会和谐很多。当然，我这里并没有拉踩的意思哈，我也没有粉级，就是客观的讨论。如果他没有选对，做了蓬的发型，长相的美感同样像被封印了一样。总的来讲，张凌赫专属的帅是温润精致、清冷书卷气的帅；宋威龙专属的帅是锋利硬朗、带野性攻击性的帅。一个像进了水的玉，一个像出了鞘的刀。那回到开头的问题，张凌赫和宋威龙，你会怎么选？其实归根结底，这不是简单的谁更帅的问题，而是你更倾向于哪种情绪的问题。我们说不同的风格就是不同的情绪表达，你偏爱哪一种风格的长相，其实就是在靠近哪一种心境。喜欢温柔或者是向往热烈，都只是内心的映照，没有高下，也无关对错。如果我们能这样审美每一张脸，审美边界自然就会慢慢拓宽，能欣赏更多的美，而不是仅仅简单粗暴的说这是好看的，这是丑的，就结束了审美的活动。我是专注深耕形象美学的佩佩，看风格找我，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。